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不好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而且脾胃只要越不好，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麻烦就开始不断的咚咚咚敲你的门。咱们要知道啊，以前的人把脾胃认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你的脾胃常年不好，那么我们进去的东西它就没有办法转化为能量送到我们所需要的地方。同时呢，你不论吃的再好，你因为脾胃不好，它无法送进去，它也是转一圈就出来，而且有很大的可能啊，就是进去的东西它沉在这儿，它不走了。慢慢的会让你的脾胃它的工作状态会越来越不理想，逐渐的它就开始给你闹情绪、闹脾气。有的朋友啊会感觉到酸啊，有的朋友感觉到胀啊、反啊，这些都是他闹情绪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脾胃不好，咱们能趁早就趁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道家的绝活是什么？叫做五门强脾法。说白了就是脾胃上面有5道门，咱们一道一道的把它解开，那么你的脾胃就会开始逐渐的强壮。那么这个方法在以前是不对外的，但是在今天咱们把它分享出来，会的人虽然不多，但是您如果有缘看到了这个视频，一定要把这个方法收藏下来。好的，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开始来讲解动作。那么我们首先先讲一下这个动作的口诀，叫做上3下2左右各4。那么这个口诀是围绕哪个点呢？就是我们的肚脐啊，我们先用我们的手指住我们的肚脐，然后呢，我们顺着往上走3指。这3个指头的位置就是我们的上面3指上3，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我们的上门啊。你看，去左右转一转，左右波动波动，上下波动波动，你别用力啊，身子也别这么弯着做，整个人要挺起来。你这么慢慢的拨，一会儿你会在里面拨着一个小钉子，这个小毛钉是什么呢？就是困着你脾胃的钉子。我们慢慢的渗透进去，你只要感觉到有硬邦邦的这个小钉子啊，你就开始骑在它的身上，怎么样转？转上一个20下，多一个不要做啊，少一个也不要做，就20下。做上20下以后，不管你做的尽不尽兴，咱们手拉开。为什么？你记住，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为什么咱们做20下呢？就是因为你做多了以后，反而它给你带不来好处，而你做多了以后，很可能会给里面带来一些不好的。我们就20下，你一定要记住，是骑在这个小钉子上面，你再开始算数啊，20下。做完20下以后，我们再开始找什么呢？叫做下2，上3下2。你看，这是肚脐往下2指的位置，注意看，我们手点在这儿，整个人微微的往后，小腹微微的向内收紧。先怎么样？一样是左右微微的波动，上下波动，左右波动，不要用力。逐渐的，当你感受到里面有这个小钉子的时候，咱们点住它转，下2。去找到它硬邦邦的啊，你看就怎么样，点住它20下啊，转，顺时针逆时针无所谓，这叫下2。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来找左右各4，怎么去找？你看2个手的食指指住我们的肚脐，另外3个手指并拢，那么我们小拇指的位置就是左右各4，一样的把我们的手在我们的小拇指里面去怎么样点进去，先微微的波动。找到了这个硬硬的啊，这个像绳子头一样的，我们就怎么样顺着它转啊，20下不要多啊，记住转的时候一定不要直着往内，而是斜着往内，就找这个方向，整个人坐直啊，很容易你就能找到。把这个地方解开了以后，我们这4个门就打开了，东南西北。那么有的人说，你不是说开5门吗？大伟，那4个门打开以后，还有一个门在哪里呢？还有一个门在哪里？就是我们的肚脐。肚脐这里你记住了，一定要放一个叫定海神针，我们把它放进去。这个定海神针是什么？你一定要记住，我们讲的人有3宝，精气神，它分别为3个圈啊。你看神在这儿，那么气在这儿，精是负责我们下面，是在下方。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你记住了，以前在我们小的时候，一个袋子从这里下来。那么好的东西都顺着它进来的，进来以后靠谁？靠脾宝和胃宝。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啊，脾宝胃宝叫做气血生化之源，它掌管的是什么呢？它就是气。如果你的脾宝胃宝都好的话，你的气足血足。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放一个东西进去。这个东西啊，人人家里面都有，我直接给大家去说啊。咱们准备花椒6到7颗，桂圆肉1颗，再加上艾绒1小撮，把这3样配比好，放在研磨罐里面，把它捣碎，
加入适当的蜂蜜，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就把这个小丸子放在什么呢？我们的肚脐当中，一定要记住把它封盖好。因为肚脐这里啊，它不是嘴巴，它不是靠吃把它吃进去的，而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味道的引导，就像小时候这个袋子一样，怎么样把它引导进去？引导进去以后，靠哪里最近？就是靠着脾胃。所以这个地方进去以后，就直接会找到脾胃，用这个味道去把我们的脾胃怎么样，逐渐的起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3样。无论是艾绒还是桂圆肉还是花椒，都是什么？都是属阳的。而我们的脾宝、胃宝在它弱的时候，它是状态是怎么样呢？它是阴的，它是冷的，它是湿的。所以这3样东西一定要放进去，同时记住了，这个小丸子还要在我们的脚底的涌泉各放1颗，我们每天放3颗。有的朋友说啊，老师你说的这个方法非常好，但是我自己没有时间去做怎么办？大家一定要记住，你们去选择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多朋友会踩了坑，为什么？原材料没有找好，或者自己做的麻烦，自己做的规格不一样。那么大家如果说相信大伟的话，你们可以选择我们师门当中自己去做的肚脐贴，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这盒肚脐贴，它来自于我们师门当中。为什么说咱们的师门肚脐贴和其他肚脐贴不一样？你打开盖子就知道，咱们之前讲过，肚脐这里它是靠味道引导的，它不是靠嘴巴，所以盖子一打开，咱们轻轻一闻，闻到里面的味道，你记住啊，到手了以后，盖子打开，先不要怎么样，把它气露出来，直接鼻子放上去一闻，这个时候闻的味道是非常纯、非常正的，这种味道你一闻就知道，味道是骗不了人的。除此以外，我们的肚脐贴，它每一贴上面都怎么样？包好了这个封纸，因为我们讲过是味道，所以呢，外面还封着一层油，所以你们到手了以后看一下，会有一些油迹。为什么呢？就是把味道能更好的保存在里面，能保存得更久。那么我们从里面拿出了这盒肚脐贴以后，用它送的这个小封纸，我们把它直接贴在我们的肚脐上面就可以了。操作起来啊是非常的简单。如果说咱们感觉到平常脚上面也冷，我建议大家把脚底的涌泉也贴上。涌泉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什么从脚起？我相信大家都有答案，就是从涌泉这个地方，我们的冷的这些气都会从里面进去，把涌泉这个地方在睡觉之前封上。那么肚脐贴咱们什么时间去用呢？我们晚饭吃完以后就可以把肚脐给贴上了，然后睡觉之前我们把脚底的涌泉给封上。这个肚脐贴呢，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去用，比如说有的时候说话多了，感觉自己气不足了，或者有的时候也感觉这里有一些好像隐隐的有一些不好，那么我会把这个肚脐贴贴在这里。我用了一段时间，其实从我的感受上面来说，前面3到4天可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感觉，但是到了第4、第5天以后，这一圈就像升起了小太阳一样，两个脚底就像踩在小火苗一样，感觉是非常的棒。大家记住，肚脐贴一定要选择什么呢？材料包括它里面的像艾绒、桂圆、花椒。我们这里面除了以上这3种以外，还增加了陈皮、白芷和生姜，一共有6味。所以你这个材料你用的一定要正，好的材料把它做好了，工艺做好了以后，你放在肚脐当中用一段时间，配合我们的另外4个门，你用起来以后就会发现不一样。大家好，我是大伟。身体虚的人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脚底。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寒从脚起。那么这个寒和虚之间是否有着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都听过一句话古人已经总结得非常好了，叫做寒则凝。我们可以自己摸一摸身体的部位，比如说手臂的后侧、大腿的内侧，包括我们整个小腿，你会发现有的人身上就会有一些小小的筋结和疙瘩，这叫什么？寒则凝，凝则湿，湿则瘀，瘀则堵，堵乃问题之所在的核心。所以呢，一个人如果经络不通，他经常这个地方得不到很好的一个养护，气血行进不到，那么慢慢的它堵了以后，那么里面坏的东西就会疯狂的滋生。那么所谓的我们摸的疙瘩也好一些比如说某些局部地方发冷也好，都是堵的所在。这是只是在表面上，我们里面也一样。当里面比如说影响到我们的脾胃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那么它也会造成了堵。
堵了以后呢，那你就会感觉到发虚嘛，身体一虚了以后，阳气下降，正气下降，那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来找你。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着脚底这个源头，因为寒从脚起嘛，就着这个源头给大家来好好的去讲解一个非常棒的动作。这个动作呢，也是我师傅传于我的。我的师傅92岁，就靠着这个动作，现在身体啊非常的棒，整个人啊非常的强壮，而且每当我跟他握手的时候，手上都很有力气，自己去买菜做饭都完全可以。所以呢，这个动作我认为能帮助很多的人，我今天把它分享出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学会。如果你感觉好，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咱们现在就来讲解动作。这个动作呢叫做归元扶阳功，在道家也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动作，目前会的人不多。据我师傅所说，这个动作啊，你只要去坚持去做，它可以散寒扶阳，让你的体质啊逐渐强壮起来。说白了，就是你练完以后，浑身上下自然而然的会发热，经络自通。那么怎么去做呢？把我们的手伸出来啊，先讲手上的动作，大拇指点至无名指的根，就这样去点。点住了以后，把手握拳，这叫什么？这叫握固啊！这握固，把2个手放在哪里？肚脐旁开4寸，这么去放好啊，不是放在这儿，旁开4指。你看，这是肚脐，我们旁开4指就放在这里啊，靠在2边，这叫什么？这叫引我们的火进入什么呢？进入我们的肾当中，把我们的肾精而激发出来。然后这个手上的动作就做好了。脚底的动作是什么呢？脚底的动作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把我们的双脚涌泉相对，然后来回的进行一个摩擦和旋转，就这么去做。那么我们慢慢的可以把旋转的幅度加大。所以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相信大家看到这里也就已经很明白了。咱们躺在床上，把我们的手，你看握固握好，放在肚脐旁开2侧，然后通过双脚的怎么样呢？一个摩擦。把我们里面的这个足底的火啊给它升上来，然后腿打开，就这么一直在转，转上一个1分钟到2分钟，你逐渐的会感觉你的后腰处会发热，慢慢的开始这个热量开始遍布全身，身上发热出汗。所以这个动作我们去做上一个3分钟到5分钟，每天晚上咱们可以睡前去做，也可以下午的时候把这个动作练起来。一定要记住，整个人躺着，手这么放着啊，躺着放着，闭着眼睛就可以把脚这么去搓。其实说起这个搓脚的动作，它是有说法的。你别看着这么简单的一个搓脚，它的说法是什么呢？我们所谓寒从脚起，走的这条线就是我们的涌泉。所以搓脚搓的一个根本也是把2个涌泉对在一起，反复的去搓。这个动作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要讲到我们小的时候，在婴儿的时候，你们如果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婴儿最喜欢做什么事？一个呢就是把手指包住啊，这来回动一动，对不对？这没有规律的。然后另一个呢就是把脚，它怎么样呢？一会儿张一张，合一合，一会儿2个脚对在一起搓一搓。所以古人呢，他认为这个婴儿是什么？是一个强大的至阳体。在婴儿的时候呢，你是聚集着庞大的能量的，就是因为这些能量才能促进我们的生命啊进行一个生长，让我们的生长发育变得更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婴儿做的动作，我们也借鉴了过来，用这个动作就能引导我们足底的火往上走。涌泉属水，它也属肾。它这个火往上走，走到我们的肾宝宝的地方，把这个肾精给它激发出来，遍布全身，自然你就能怎么样？你的阳气就足了，你的正气也足了，你的身体啊也就不容易虚弱。所以这个动作，我们手是放在我们2侧，脚底就这么去搓就行。每天晚上你去做，刚开始第1天、第2天，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发热的感觉，或许只感觉到后背发热，或许只感觉到你腿上发热。只要你能够坚持去做上7到14天，你会发现慢慢的经络自通，全身发热，自己就能感觉非常好。所以这个动作就分享到这里了。家人们，如果感觉好的话，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把这么好的一个干货学会，同时把这个动作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转发到群里面。大家一定要记住，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伟。心脏不好的、心血管不好的朋友们，今天我要教你一个道家非常厉害的养心护心好动作。这个动作啊，可以说是绝中之绝。你做完以后，就能清晰的感觉到你的心脏功能啊变强大了，而且呢，你能感觉到你的循环代谢啊变好了。这个动作有一个非常威猛的名字，叫做龙虎斗。是不是听着这个名字啊，就感觉非常的威猛？其实龙虎两个字啊，在道家的文化上是很有意义的。但凡是好的动作，它的命名要么呢就含有龙，要么呢这个名字当中就含有虎，而龙虎都在一起呢，就足以见得这个动作啊有多么的宝贵，多么的好用。那么现在我会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请大家务必把这个视频啊转发给身边心脏不好的一些朋友和家人。那么同时也希望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讲动作。那么这个动作为什么叫做龙虎斗呢？咱们要知道啊，在手腕上面有一个点，这个点啊是心脏非常重要的一个反射区。把这个点里面啊给激活了，就能刺激到心脏。所以呢，道家就认为啊，我们的手腕啊，左手为龙，这个穴啊叫龙脉。那么右手为虎呢，这个点啊就叫虎脉啊。我们龙虎相交在一起啊，就叫做龙虎斗啊，这也是名字的由来。很多人啊对这个点啊他有一些疑问。其实很早之前，《扁鹊玉龙经》当中啊就有明确记载啊，就是说心脏不好最为苦，转开手腕得真骨啊。这个真骨是哪里呢？指的也是我们手腕当中的这个点啊。其实呢，和我们讲的龙脉、虎脉都是一个地方。那么我们讲这个龙虎斗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其实非常简单啊，叫转开手腕得真骨啊。怎么去转呢？你看，我们把手腕，你看对在一起，先对在一起，先把手腕给它转开啊。把我们的手腕这个腕横纹对在一起啊，一会儿呢，我再把这个龙脉和虎脉具体的点啊告诉大家。大家先这样跟我做啊，先把这个手腕啊完全转开啊，转的时候非常简单，看手腕对在一起，腕横纹相对，然后我们就这样转就可以了啊，就这样去转，转上一个50下到100下。就这样动，你看我的手肘啊也在往上提，你看手肘往上提，好，再来转回来，手肘继续往上提啊，整个点呢都是围绕着我们腕横纹啊去转啊，以它为一个轴啊，就这样去转。先把手腕给转开，一般来说你转上一个30下到50下左右，手心啊就会发热，有的朋友啊手上面就会出汗。啊，敏感一些呢，后背和额头啊也会微微出汗。好了，手腕转开以后，我们要揭开谜底了。这个龙脉和虎脉究竟在哪里呢？其实非常好找这个点啊。你看，顺着我们的小拇指啊，这样滑下来啊，滑到哪里呢？我们这个腕横纹的一个交界点啊。你看这个顺着这边滑下来，到我们的腕横纹交界点就在这儿啊，在这儿有个小坑，大家看到没有？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有个小坑，你们自己可以摸一摸。这个小坑里面的深层就是我们所说的龙脉和虎脉。左手的点叫做龙脉，右手的点叫做虎脉啊，就这2个点。然后呢，我们把龙虎2脉啊，你看靠在一起，就这样靠在一起。靠在一起以后呢，在一起进行一个轻轻的一个拍打。大家听这个声音啊，我给大家听一下，龙虎2脉在一起啊，交打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啊。大家看，这是手腕的撞击声音，大家听一下。好，听一下咱们龙虎2脉的声音，我先找一下啊，就是这个声音。听到没有？龙虎2脉在一起，它的撞击声音啊和其他任何部位啊都不一样，它是非常特殊的。所以呢，你想要知道你的点找的对不对，我们听声音啊就能听出来啊。做的不对，它的声音啊会发懵，所以我们做的时候要来回的啊去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啊，这个声音就对了。直至这种比较清脆的、响亮的、听得很悦耳的声音传出来，那么你的龙虎斗这个动作才算真正的达成
啊。而且呢，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你的点找对了，你会发现你手上发热，脚底发热，额头后背都发热，这个热啊来的是非常舒服，由内而外的开始发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身上的气血循环给打通了，通过刺激我们的龙虎二脉，加强了心脏的一个泵血的能力，让心脏变得更加强劲啊。我们找好位置以后啊，就这样开始做。一般来说，我们去做上一个50下到100下啊，有的朋友啊可以做上一个120-130下都可以。做完以后啊，一定要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能感觉到身上明显的发热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动作也就做到位了。讲完了这个动作，我相信大家都能体会到这个动作的神奇之处。这个动作啊，对于我们养心护心啊非常的好。但是呢，这里有一点啊，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年龄过大了，比如说你的年龄啊已经超过了45岁，你的心脏啊逐渐的开始走下坡路，那么你每天光靠这2到3分钟的刺激啊，就远远不够。我在这里啊，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养心护心非常好用的一个黑科技小道具。这个小道具啊，我家里面人都在用，用的都说好。我现在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护心的能量环，它是由黑胆石制作而成。这种黑胆石啊，是纯天然的稀有矿石，被誉为啊生命的原石。它具有天然的磁性，这个磁性啊可以深层的刺激我们的穴位，调节人体当中的磁场，消除负能量。每天佩戴在手上啊，可以帮助我们祛病强身，调节血压，促进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循环。最重要的是啊，它外放出来的磁力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刺激我们的龙虎二脉，养血强心。如果你只是感觉啊心脏不够强劲，那么我们呢就把这个手环戴在我们左手的龙脉上。如果感觉啊气血不足，容易感觉胸闷啊发慌，我们就把我们这个手环呢戴在右手的虎脉上。年龄稍微大一些，我建议大家2个手同时都佩戴啊，龙虎二脉接调，提高我们生命的原动力，延年益寿。黑胆石的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啊资源有限，所以现在呢这个黑胆石也是越来越珍贵。这个黑胆石的用法非常的多，戴在手上啊强我们的心脏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功能。我这里啊有很多的案例，不仅仅啊是养好心脏，还有调我们的脾胃啊，稳定我们的血压，助眠，太多了。大家在收到这个黑胆石制作的能量手链以后啊，保持观看我的视频，我这里啊会给大家分享更多这个手链的一个玩法，帮助你啊更好的改善我们身体啊，消除身体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能量。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因为时间问题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最后啊，提醒大家，如果我们的心脏啊不好，记得一定要把第一个方法和今天的这个第2个方法一起同时使用，这样的话更好的帮助我们养心护心，提高全身的气血循环。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